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拓星。刚才我的朋友子安又一次为艺术献身了，在 AI 的加持下，他化身成了火影忍者中的秋道丁次。上次我们用 AI 实现了一拳超人暴打饿狼之后，这次我们继续探索 AI 的新玩法，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效果。实现这样的动态效果，主力选手依然是皮卡。我们提供几张图片，皮卡进行多帧生成。具体操作不明白的同学可以回看一拳超人那期。和之前不同的是，这次从角色到场景几乎都是由 AI 生成的。之前为什么不交给 AI 来操作呢？这里我需要简单的解释一个重要的概念，那就是实拍相当于捕获的是同一物理空间的不同角度投影，像素信息具备空间相干性，空间逻辑是自洽的。AI 生图尽管追求的是视觉元素的表现近似，但其生成的模型缺乏统一的几何约束，空间逻辑是割裂的。我直接展示给你看啊，这样可能更加直观。实拍的情况下，我在这个角度拍一张阿威的照片，然后退后几步，再拍一张，这两张照片就属于同一空间的不同角度，皮卡就能算出正常的相机调度。但如果是 AI 生成的，看着好像环境场景类似，都是森林，其实两张图没有空间关系，生成出来的背景就会像这样割裂。那为什么火影这次的场景就可以用 AI 来生成呢？这里我用了个小技巧，映射，用 AI 生成一张背景图，打开 Blender 导入刚才的背景图来参考，花费大概1分钟左右的时间，参考背景图搭建一个简单的场景，然后请出大神 Nathan 的映射插件 Compify， 选择相机，创建集合，将刚才的场景模型放进去，选择背景图，分辨率给高一点，点准备场景，最后点烘焙灯光。OK， 现在我们的相机就可以在场景里自由移动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渲染出来的图片都能保持一致性。人物的部分忘记说了，其实这里更简单，我找了几张早期火影丁次的截图发给 GPT， 一番沟通之后，他就帮我生成了几张带有透明通道的真人版丁次。然后用之前说过的方法换上子安的脸，这里你可以训练 Laura， 或者用换脸工作流，超人那期有讲过。然后是丁次的大招肉弹战车，说实话让 GPT 直接生成这个，它就有点力不从心了，往哪儿滚怎么滚以及滚动的形态都不太行。于是我又花费了1分钟左右的时间，在 Blender 里创建了一个球体，压扁一点，加点置换，给个造箔材质，颜色和丁次衣服上类似，然后让它沿着外轴旋转，最后打开运动模糊渲染，一张符合我要求的肉弹战车图片也有了。集齐了7张图片，召唤皮卡，一个真人版的丁次变装视频就完成了。不过说回肉弹战车的滚动，想让皮卡完全按照我设想来运镜，还是有点难度的。也许抽个几十次也能出来类似的效果，但实在没什么耐心等了。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肉弹战车冲向镜头的动画，其实是我在 Blender 里做的。因为模型和场景也都有了，所以简单花个1分钟左右就能做出来，和皮卡生成的部分也能无缝衔接。希望这次的视频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。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者问题，欢迎评论区一起交流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